我叫周北，25岁，干了3年快递。辞职原因很简单，被一个自称国家异常事务管理局的单位录取了，简称除妖局。笔试那天我迟到40分钟，进考场的时候，监考老师看我的眼神跟看一条咸鱼没两样。面试更离谱，考官让我闭眼感受周围的灵气波动，我闭了3秒，差点睡着。结果通知我满分。人事部是不是搞错了？没错，灵感值 S 级，适配度97%，局长亲批的。城东废弃公寓楼连续3个月有居民报告异常现象，墙壁渗血，半夜哭声，家具自己移动。局里派2帮人去侦查，第一波回来的时候脸色发白，第2帮直接住进了医院。苏组长，我今天第1天上班，我知道，能不能先从地级任务开始，比如抓个迷路的小妖精什么的？局长指定你去的，说你灵感值高，凶灵对你的干扰最小。跟紧我，别乱碰，别乱说话。明白，跟紧，不碰，不说，尤其是不说。好的，不说。现在就闭嘴。这东西能砍人吗？砍妖的。要是砍不动呢？那你就跑。带上，局里实时监控。周北，听到回复。听到了，局长。一切听苏营指挥，发现目标不要恋战，确认位置即可。增援已在路上。明白。怕吗？不怕，怕的要死。里面。北哥，刘磊，报告情况，发现目标了吗？北哥，你咋在这儿？你不是送快递的吗？周北，你认识他？组长，这是我大学室友。什么？北哥，你这同事啥情况？拿剑指着人，怪吓人的。我指的不是人。哦，这个啊，北哥，说来话长，我其实没死透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换了种活法。你2年前葬礼我去了的，我还随了500块份子钱啊。对，谢了啊，北哥。你妈哭的背过气去3回。这个我也不想的嘛，一睁眼就变成这样了，总不能飘回家吓我妈吧？所以你就住这儿了？这楼没人住，挺安静的，外卖还能点，就是每次吓跑一个骑手。你看黄焖鸡，你以前最爱吃的那家，他们还开着呢。周北，那是 S 级凶灵，立刻撤退。苏营，执行收容程序。北哥，你到底在哪儿上班啊？除妖局。你抓妖的？那你是来抓我的？北哥，先说好，你还欠我200块钱呢，大4那年借的，说请我吃饭来着，到现在也没请。苏营，把这个新人给我带回来。走出公寓楼的时候，苏颖一句话没说，她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个眼神里有太多东西，困惑、震惊，还有一丝我暂时还读不懂的复杂。我没说话，手机震了一下，房东催房租了，月薪2万3，我算了算，够交房租了。周北，你说实话，那个凶灵你真认识？认识，大学室友住了4年，他打呼噜特别响，我安利他用呼吸，他还不听。我不想听你们的宿舍生活。我问你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认识的那个人已经死了，现在那个东西只是借了他的壳子。他记得我借了他200块，而且他还记得我爱吃黄焖鸡。行，这件事先搁置，刘磊的案子交给其他组处理，你回去休息，明天继续出勤。那我能换个级别的任务吗？D级，哪怕1级呢？不行，你的灵感值摆在那儿，浪费在低级任务上就是暴殄天物。明天的任务苏颖会通知你。关门出去。A 级城北步行街，疑似千年狐妖蛊惑商户，整条街的商户集体降价3折，顾客消费后出现短暂的意识模糊和记忆混乱，部分男性商户开始无偿帮一名中年女性搬运货物、修理电器，甚至帮她种花。今天你给我老实待在车里，我一个人进去侦查。组长，局长说了让我……他说什么不重要，昨天的事传出去，整个3组都成笑话了。今天你待着，别给我添乱。目标确认，人形状态，正在街东头花店门口浇花，灵压等级 A， 申请增援。增援已出发，预计15分钟。苏颖，保持距离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收到。A 级狐妖，那是什么概念？用苏颖之前给我科普的分级来说，就是你跑都跑不掉的级别。周北，在。你过来一趟。你不是让我在车里？现在立刻马上过来。小周，王大妈。苏颖，目标状态如何？准备。你个死孩子，上个月房租是不是还没交？交了，上周刚转的。转了？我怎么没收到？你是不是又转错账户了？上次就转到隔壁老李那儿去了，我跟老李要了3天才要回来。我回去查，大妈您先松手，耳朵要掉了。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你穿这么正式干啥？不送快递了？换工作了。换什么工作？政府单位。哟，出息了啊！政府单位好，稳定，
我就说你这孩子不该送一辈子快递。来，进来坐坐，大妈给你跑茶。不了，大妈，我在上班。带女同事来的，长得怪周正的。小周，你俩是不是同事？纯同事。周北在。这位就是 A 级狐妖目标，你的房东。你们在说啥？什么妖？组长，冷静。让开。组长，他真是我房东。让开，周北。小姑娘，你这个剑是玩具吧？符文都画反了。小周啊，你们单位就是专门管我们这种的。我在这条街上开了7年花店了，街坊邻居都认识我。你问问，我害过谁没有？那些个商户降价，是因为我帮他们抓了一只偷东西的耗子精；那些男的帮我搬东西，是因为我帮他们媳妇儿治过腰疼。小周，大妈没骗过你吧？你住我那2年半，我涨过你房租没有？你半夜回来忘带钥匙，谁给你开的门？你发烧那次，谁给你煮的姜汤？大妈，行了，该交的房租还是得交，你回去查查账号，转错了赶紧转回来。周北，你通讯录里还有多少这种老熟人？不多吧？看清楚了，这是红外拍到的轮廓图，你认识吗？看不清。这次你跟在我后面，拉开10米以上距离，遇到境况第一时间撤退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复述一遍。跟在后面10米距离，遇到状况撤退。很好。目标确认 ，B 加级兽化异常生物正在。大壮。北哥。周北。你又认识？北哥，我能解释。你解释。就是我这个体质吧，一到月圆就控制不住。今天失误，我本来想在健身房锁门自己待着，但是那个哑铃架太低了，变身之后撑破了天花板，就只能跑出来了。这个我赔，从你会费里扣。你少扣我钱。哦，好。周北在。回去以后，把你手机通讯录给我看一遍。不用回来了，苏莹，直接把他带到我办公室，把他的手机也带来。那个北哥，明天还练腿吗？周北周同志，我们对你的手机通讯录进行了全面比对。你的微信好友总数是437人。其中与我局在册异常生物数据库匹配的有163个，占比37.3%。我们进一步细分了一下，其中 S 级在册药物3个 ，A 级7个 ，B 级15个 ，C 级以下138个，这么多 C 级的。你在乎的点就不对。周北，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如实回答。好。你通讯运录里标注为烧烤老张的联系人，你认识多久了？3年吧。我之前送快递，经常去他摊上吃，他羊肉串烤得特别好，焦香焦香的。他是400年韩焦，标注为修脚陈师傅的，修了2年了，他手法特别轻，从来不会捡到肉。600年蜈蚣精，隔壁工位小李，上一份快递公司的同事啊，人挺好的，经常帮我分件。画皮，楼下超市刘阿姨，认识好几年了，我每次买泡面，他都多送我一根火腿肠。蛤蟆精，给你的火腿肠里有微量灵气，不过剂量低，不影响健康。所以那个火腿肠比别人家的好吃，是因为有灵气。周北，你从小到大身边围的就是这些东西，你告诉我你完全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啊！一个正常人，通讯录1/3以上都是非人味，你不觉得你身边的人有哪里不对劲吗？修脚陈师傅的手确实多了2根，但我以为是6指症。陈局，我这边还有个发现。说。周北的外卖账号接单记录显示，他过去3年累计给非人类实体送过快递472次，妖物社区之间甚至给他起了个外号。什么外号？所以，我之前送快递的时候，那些奇怪的地址，城东废墟3楼，下水道第7个井盖左转，都是给妖怪送的。对，怪不得每次去那种地方总觉得不太对劲，但签收的人看着都挺正常的。那是他们故意维持人形签收的，怕吓到你。老周，去查他的体质报告。详细的那份已经查了。入职体检的时候，我们以为是仪器故障，重新测了3遍，结果一样。什么结果？灵和体质。什么体质？灵和体质，1000年出一个。这种人天生对一切异类散发亲和信号，
妖物、鬼魂、精怪在你身边会本能的放下戒备，甚至产生依赖。通俗点说呢？你自带磁铁，吸的是妖怪。理论上，灵和体质的持有者是人类和异位之间最理想的沟通桥梁。在古籍中，这种体质被称为调和者。所以你们是说我从小到大身边围了一堆妖怪，不是因为我运气差，是因为你在他们眼里跟一盏灯似的，跟蚊子扑灯一个原理。这个比喻我不太喜欢。重点来了，周北在。从明天开始，你的岗位调整，异力联络员，专门负责与辖区内登记在册的非敌对异类进行沟通、管理和协调。说人话就是，你去跟你那帮妖怪朋友打交道，反正他们只认你。现在宣布一项新设岗位任命，经研究决定，设立异类联导员岗位，由周北担任。异类联络员的职责是建立与已知异类群体的沟通机制，开展登记、协调和日常联络工作。听着像个新活。我一抬眼，满场都在看我，但我只能坐直，装作平静。以后你就在这儿办公。先把人稳住再说。大家好，我换工作了，现在在一个政府单位上班，以后可能会联系大家做个登记，配合一下。我盯着屏幕，群里一下热闹了。周哥，这是高升了啊！恭喜来我这儿吃烧烤免单。小周有出息了，阿姨给你留了一箱火腿条。周哥，下次来修脚打8折。这些妖怪到底知不知道我去的是什么单位？北哥，你去的那单位是不是叫除妖局？你们至于吗？别退，别退！我不是来抓你们的，局里让我当联络员，就是沟通一下，和平沟通。真的？你不是来一锅端的？一锅端什么？你们又不犯法。那你一个人来吃烧烤，不带同事的那种？不带。我盯着名单，还是少了7个。陈师傅别怕，没事的。但下一秒我就被他拉黑了。来了，坐。大妈，有些信息需要您配合填一下。全名：人间用名王桂英，本名你别管。好的。种族：胡。修炼年限：小周，你觉得呢？表格上需要填个数。1200年，差不多吧，给我取整。现居住地在人间的身份，主要活动范围、异能等级。大妈，这些您不介意吧？不介意，你爱填就填，反正你们查也查不到。最后，对人类社会的诉求，就一条：步行街停车位太少了，你们能不能管管？我记上。3天内，我见了20多个老熟人，我就盼着摊位能合法经营。我这超市能不能办营业执照？我只想申请合法变身场所。这些我都一一记下。这都是什么东西？呈上级审视。明白。下午，意外发生了，王大妈直接穿过3层结界，但安保系统、防御针法都没反应，连灵压探测门也没有响。小周，尝尝大妈煲的排骨汤，你们单位伙食咋样？要是不行，大妈每周来给你送2回。局长，上头很关注你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你那帮妖怪朋友里头有3个 S 级的。S 级，知道什么概念吗？我们全局倾巢出动，也就刚好摁住1个。而你，一条微信一锅汤的事儿，那不一样。对，不一样。所以上头想搞个活动。什么活动？人妖和谐座谈会。
上头的意思是，你既然能跟这些异类建立信任关系，那就试着搞一次正式的对话，看看能不能探索出一套人妖共处的管理机制。认真的，认真的。我翻了翻文件，里面的措辞非常官方，每个字都有体制内气息，但核心很简单，让我把认识的妖怪叫来开个会。人手呢？场地呢？安保呢？都给你安排。局里的3号会议厅，苏颖负责安保，你负责组织。苏组长愿意？他不愿意。那，但我是他领导。行吧。筹备座谈会花了整整5天，最难的不是场地布置，也不是流程设计，而是通知到人。去除妖局开会，你们是不是想一锅端了？我不去，上次去那种地方还是被追杀的时候。小周是不是被控制了？大家别上当。没有要抓你们，是正规的座谈会，有茶歇，有点心。生的绿豆糕？不是，我吃生肉。能不能控制一下发言？你确定王桂英愿意来？确定。他还说要给大家带汤。不用了，局里有茶仙。座谈会定在周3下午2点。当天上午9点，我到了局里，发现3号会议厅已经被改造成了半个堡垒，门口加了2道灵压屏障，4面墙上贴满了封印符。苏组长，这搞得像鸿门宴。安全第一，防止某些情绪激动的异类掀桌子。可你这样布置，谁来了都得炸毛啊！原来他们还会炸毛。求你了，把封印符撤了，就留监控就行。这是底线。那个上次公园的事儿，不好意思啊。嗯。那个哑铃我赔了。嗯。那我坐哪儿？先进去。北哥，我这不算自首吧？不算，是座谈。那我能走吗？你都来了。各位朋友，首先感谢大家今天能来。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希望……等一下，大妈您说。小周，空调太冷了，能调高2度吗？好，那我们继续。再高1度。好，再高1度。够了，再高我要出汗了。大妈，您多披件外套不行吗？我是冷血动物，你是恒温的，你当然不冷。冷血动物不是蛇吗？您是……你管我是什么？我觉得冷就是冷。那我热呢？你忍着。好了好了，温度调好了。我也冷，而且这个椅子怎么固定住了？我坐的不舒服。椅子焊死了确实有用，不然桌子早翻了。还有没有其他诉求？北哥，你说那200块你打算什么时候还？给你，1分不少。北哥，我是鬼，微信没绑银行卡。小周，大妈，汤还剩2锅，您拎走。这场座谈会最终没有任何实质性决议，但走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加了局里的官方联络微信。座谈会之后1个月，日子出奇的平静。我的办公室每周固定跟20几个熟人妖怪联络一次，登记信息、处理投诉、协调鸡毛蒜皮的小事。烧烤老张的摊位风道问题解决了，局里派人帮他重新规划了排烟口，蛇精们不用再吸油烟了。大壮的月圆夜变身场所也批下来了。城郊一个废弃厂房，占地不小，天花板够高。他变身以后还能跑2圈热身。刘阿姨的营业执照也办了，连修脚陈师傅都解除了我的拉黑，虽然只是为了约我下次修脚的时间。周北，你之前说不怕，什么？第1天出任务的时候，我问你怕不怕，你说不怕。我撒谎了，当时快吓出来了。那是我第一次在苏颖脸上看到这种表情，但这段平静没有持续太久。周北，到我办公室来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们的分级系统里 S 级就是最高了，这个东西不在任何已知档案里。超 S 级？它突然出现的，3天前的灵压监测才探到。技术部分析了它的灵压频谱，与已知妖物、鬼魂、精怪的频率都不匹配，初步判断邪祟。邪祟？通俗说就是纯粹的恶意凝聚成了实体，不属于任何种族，没有社会关系，没有谈判余地。它在扩张，而且速度在加快。一旦精神力场覆盖城区，辐射范围内的所有人，包括全部异类，都会被精神力场侵蚀，出现狂躁、失控，直至丧失心智。妖怪更容易被影响。
它们的灵力本身就是双刃剑，受到侵蚀后失控的速度比人类更快。所以我们怎么办？局里能调动的战斗力全加起来，能对付1到2个 S 级妖物。超 S 级，坦白说，凭我们自己不够。你们是让我去找我那帮朋友？我需要一个东西。什么？红山的精确卫星影像和灵牙分布热力图，越详细越好。还有一个，说，请客吃饭的经费。第一次看到邪祟的影像是在城西红山的废弃矿产，红外镜头下，它像一根钉子，一动不动地站着，黑雾从它身上扩散，比墨水滴入清水更慢、更持久。我盯着它看了至少20遍，我放大图像，再放大，直到4速已经糊成了马赛克。这个战法我见过，高中3年，每天。秦渊，我高中同班同学，坐我后面3年，瘦高个儿，话不多，总是双手插兜，右肩沉一点。我们之所以有联系，是因为高2年分组课题作业，我们分到了一组。那段时间，我们经常一起去学校旁边的网吧。毕业以后就渐渐断了联系。听说他家里后来出了点事儿，父母离婚，他辍学了。再后来就没了消息。3年前我发毕业祝福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回消息了。我一直以为他换了手机号。周北，你怎么了？组长，你说邪祟没有社会关系，那他有没有可能原来是个人？有记载，在特定灵力场中发生异变，有可能转化为邪祟，但这种案例100年不到一次。这个战法我认识。你不是在开玩笑？没有。周北，这是超 S 邪祟。我知道，你们数据库里查查这个人，秦渊，跟我同届，希望中学。6年前，父母离婚，母亲改嫁，父亲失踪，所有记录机灵，手机号出校，社保断晓。而红山矿场恰处在一个天然灵力节点上，长期暴露在高浓度灵力场中的普通人。周末红山脚下烧烤，我请客，所有人。老板大气。小周，你说实话，不只是吃烧烤吧？我把邪祟的事说了，发出去以后，群里沉默了3分钟。切，我的摊子可不能被毁了，钢板的配口。去，健身场地还没用够呢。去。还有一件事，那个邪祟可能是我高中同学。不是这小子从小就在妖堆里长大的？不是，这小子从小就在我们堆里长大的。他同学变邪祟算什么新闻？给你们打完仗喝的。反正一会儿变身也要冲坡，不如省了。万一打完了，顺便烤串儿。周北，你管这叫增援？这是我能叫到的所有人了。走吧。哼，别怕，有我在。秦渊，北哥，这家伙硬的跟健身房的承重柱似的。联合体质，邪祟的精神力场对我无效。周北，秦渊，是我，周北。这就是你同学，瘦。都愣着干什么？上来帮忙！接着。好吧，没用。北哥，这家伙不喝水。你是不是来搞笑的？秦渊，你听到了吧？你高2那年课题作业的题目叫《城市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调查》。你选这个题目的时候，老师说题目太大，让你换，你不换，
你说这就是我家的事儿。后来我们一组做调查，你带我去了城中村，你说你爸在那儿打工，厂子拖了4个月工资没发，你爸就一直在厂门口等。你说你以后长大了要赚钱，让你爸不用再等了。鸡汤补补身子，终身会员练起来。出院快乐啊！今天全场免费。算了，你也不容易。这就是超 S 级叶松。别紧张，我不打你，都打不过你。走吧，先去办入职。周北，下次组织活动能不能提前说？别又搞突袭。上周6红山那场，后勤报了23项装备损耗，老陈差点把降压药当饭吃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是周北，那天是周一，我带着秦约走进局里。欢迎入职。手劲儿很大，老陈的眉头皱了一下，但没说什么。办完入职，他被分到了我的杂物间办公室，添了张桌子，挤得转不开身。北哥，你通讯录里这些妖怪真都是你朋友？废话，你从小就在妖队里长大的？这话大壮也问过。今晚全体红山烧烤庆功宴，我带啤酒，1箱够不够？我带凉菜，我带汤，我带精神支持，我带工具，谁脚不舒服可以修。北哥，我能进群吗？自己扫。客气啥就对了。今晚烤全羊，谁出钱？当然是北哥。对对对，北哥请客。我什么时候说我请客了？是老张说免费的。那是单人份免费，17个人的全羊你出。你怎么不去抢？我是400年寒角，我要真抢你也拦不住。